哎呀，我看养猪的这孔窑能成。 能成啊！啊，俊武，你看啊，要不咱把这个1年级的最脑娃娃搬到你这2队主场，把窑腾出来，让初中班上课。人娃娃跟猪娃娃住在一起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这2队的主场就丢下这2口老母猪，干脆呀卖了。直说，你说呢？哦，可以哦，卖了，哎，但是要俊武同意了吧？ 这猪是你们景家湾队的，地方也是你们的吧？俊武呀，是想着这个好事情没有景家湾的，心里不痛快呢。没有办法，谁让他的娃娃没有长大呢嘛？这哪有卖就卖了？那以后养不养？那咱养在哪儿养？俊武，我弟弟少平跟润生上了这么多年的学，不能白上了。 一定让他们把自个儿学下的东西交给村里的娃娃们，你就同意吗？算了，你1队队长说了，我2队队长也没意见。是这啊，既然你们都没有意见，我也就不推辞了。叫2个娃娃就在学校里头锻炼上几年啊。好，感谢他。 你这些衣服来来回回洗了好几次了，咋还洗？嫂子，再过几天啊，这个村里的小学就该开学了，我就该去当老师了。以前每年到了这个时候，我这心里啊都慌得很，就怕开学。说出来不怕嫂子你笑，其实就是觉得自己这个衣服不好看，没衣服穿，我心里难受。那时候看着这衣服，心里就不舒服，就想说把这衣服给扔了，可是也不能扔啊！这扔了这衣服，我不得光着身子去上学啊！林哥，哎，少平啊，你来呀？咋了？你坐着把这鞋脱下来。为啥还脱鞋呢？听我的，从小到大，你一直穿的是我的鞋。这鞋小了的，你就把这鞋给踩平拖拉着穿。这鞋要是大了，你就在鞋上系根绳子绑在脚上继续穿。这些个年，你就没穿过一双合适的鞋，这脚都走成8字脚了，都习惯了。哎，你看我这双鞋子，这是黄脚鞋，是公社给我的奖品。板鞋，我穿着吧有点小了蹊跷。这是想给你，啊，我就穿你这双鞋。哦，你穿上。哎呀，当老师了，咋能没双像样的鞋吧？哈哈，穿上啊！我自己穿。我跟你说，这双黄脚鞋，以前在润叶星期天回村里的时候我才穿，去公社开会的时候我才穿。哎，这个星期天公社开会，你还得再借给我穿。哦，以后咱俩就换着穿啊。哎，我穿你这个鞋也很合适啊！啊，小不小？不小，你看合适的很。你看看，哎，二爸啊，我的少平这个事多亏了是你。二爸，你抽根烟，哦。我不吸。咋了？刚来的信儿，这老师的名额呀，公社只给了1个，这1个名额。肯定是田福他儿子润生的，咱家少平当不成这老师。为什啊？咋又变成1个名额了？这是咋回事啊？咋了？出啥事儿了？少平可惜了，你二爸就是一个操烂吧唧的二爸。哎呀，你现在说这个话有是吧？有，走，跟我再去问一下。哥，不去了。少平，我现在就想让你把我美门的捶上一顿。我这心里才能行呢。
谁家的侄儿还能打他二爸呢？他二爸对不起他侄儿嘛，事情没办成嘛。办不办成，我都要感谢你。少平是个好娃，二爸没求本事，没求本事呀。二爸，走，跟我再去整一回。不成了，就只有一个命了。哥，我不能跟瑞生争。那你咋办啊？少平，哎，你咋不进去啊？都到了，你咋当个老师，还让我给你送教室去？去进去。这老师只有一个名额，你当不上，我也不当。你进去我就进去，你不进去我也不进去。为啥？这老师，你不当就不当，跟我没关系。少平，从今以后，将要开始这样的生活了。他每天要看的是家里人的泪水、疾病、饥饿和愁眉苦脸。他将没有住处，在家里喝上2碗稀汤饭之后，继续到金家湾那边找地方睡觉。当然，第2天还要早起，因为还要返回田家哥老这边的1队来劳动。毫无疑问，他将再也没有读书的时间。白天劳动1天，晚上一倒下就会呼呼入睡。哎，你不要吃这个好吧？这到底可吃了啊！哥，你站这儿干什呢？我来看看你，你咋就住这呢？不要小看这个牲口。哎，大地震的时候，这是咱们队的防震和那管用的很。不要担心你哥啊！哎呀，我早晚给自己筑上一口新窑洞。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嘛！不要吃，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上去。是肯登盘。反正都是向上走嘛。小平，哎，小安哥，哎，走，跟我到石河县公社去。干啥？县武装部来人招兵了，我报名了，今天交档案去。你要不陪我去啊？以后别说认识我。小心，赶紧！哎，等着！听我一声，小平，快点，快点！快！排队啊！谁没拿到登记表的？快来！小平，来。哎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想当兵啊？我太喜欢军装了。小平，替我照顾好我爸妈啊！放心吧，我走了，你没走。我走不了。我们家里需要我这个劳动力。为了这，你就放弃自己走遍中国，到外面找世界的想法啊？少平，瑞生，你找到了能够用自己一生为之奉献的事业，很幸运，我也替你光了。好好干。
就当你替我走了吧。就当我替你走了。妈，呀，你胡说了！娃娃当兵这是好事情嘛！来，瑞斯，来，把这个背上来，来，背上，上车来。在一片喧谈中，少平的内心倍感失落。是润生陪着他走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学生时代。那时的他们多么年轻、纯洁、真挚。再见吧，我的朋友。哎，还没。是吧？润生送走了。送走了。你知道润生为啥要去当兵？为啥？润生是想让你在村学校当老师，他把这名额空下来给你了。哦，润生还让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自行车他不用了，让送给你。润生，你等等我，我的好兄弟。少平只能在心里疯狂地呐喊，往事一幕幕浮现在他的面前，一股辛辣的味道顿时涌上了少平的咽喉与鼻管，使得大滴热泪迅疾地冲出眼窝，洒落在润生离开的村路上。他多么想和润生好好的告别呀！大家翻开课本12页，今天我们学习水调歌头，粉碎四人帮。水调歌头，粉碎四人帮，郭沫若。水调歌头，粉碎四人帮，郭沫若。大快人心事，大快人心事，揪出四人帮。揪出四人帮，政治流氓文痞，政治流氓文痞，狗头军师章，狗头军师章。我们原是自由飞翔的鸟，飞去吧，飞到那乌云背后明媚的山峦，飞到那里，到那蓝色的海角，只有风在欢舞，还有我作伴。少平，你一定要记住这首诗啊！记着呢。小霞，你知道吗？我常常觉得，我应该是那个坐在火车上的人，不管他下一站开去何方，总有一天我会扒上火车，他开到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西安有好多的名胜古迹，那儿有最好的大学、最好的工厂。我想去西安。那首都北京呢？在那儿有一个大到无边的天安门广场。少平，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去北京。那将来我一定陪你去。我记着。少平，你也要记着，你跟别人不一样。不平凡，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。我是个平凡的人，但一个平凡的人
也可以过得不平凡。只有永不遏制的奋斗，才能使青春之花，即便是凋谢，也是壮丽的凋谢。同学们，今天我先跟大家讲2个字。我希望你们不用等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就可以明白这个词——是。你说这庄稼人睡觉谁还洗觉？这毛病就是你哥惯下的哈，现在要不洗个觉，都睡不着觉了。这咋是毛病嘛？这可是好习惯。这烫了脚啊，睡觉是不是舒服多了？虽说俺是个有福的人，就是委屈我这个婆姨。只要你对我好，我就不觉得委屈。哎，我对你好吧？好着呢。少啊，要不我跟我爸写封信，让他给咱们捎点粮食吧？哎，不该给你爸写这个信啊。为啥？你爸也不容易，咱们家这么多人，捎多少粮食够吃？你填进去连个影都寻不见啊！我本来也这么想过。你说要是咱们2个单独过光景，没过多久就会成为这村里的上等家户。咱们2个劳动力，根本就不需要我爸补贴，这日子很快就会过得红红火火的。哎，哎呀！你要干什？你要分家？哎呀，你急什么啊？我话还没说完呢，疼死我了！我心里清楚着呢。这南夏也长大了，马上就要上高中，还得去县城里。你大姐呢，拉扯着2个孩子也不容易。毛蛋马上要上学了，姐夫又是个光鬼，全靠咱家养活着。要是分了家，就你爸爸一个人跟少平，也养活不了一大家子呀。不是你这说了半天，到底要说什么？哎呀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嘛。那你就快点说吧。我还知道，你宁愿跟我离婚，也不愿意分这个家，所以我一有了分家的想法，就立马给扔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因为我是你婆姨，我得跟你一起支撑这个家。哦，你这绕了半天，想说的是个这。是这。哦，这绕的我呀，你真是个好婆姨呀！咋了？那个灯罩碎了。碎了。这是东西。我就想赶紧给你怀个娃。你说结婚都1年多了，咋老是怀不上呢？也再不行，就上医院看一下。对了，润叶结婚，你知道不？我知道，跟李小倩吧。那人怎么样啊？对她好吗？好吧。那就好。这女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呀？不就是能找个对她好的人？是。李小倩要是能对她好，润叶就能幸福。干啥？啊？你找啥？
你忘了咱们结婚的时候，润叶还送给咱们2块缎被面呢。他现在结婚了，咱们得还礼呀。把这被再还回去？当然不是了，这是50块钱，这是我爸走的时候留给我的。我当时在想，还给你缝一个大肠子呢，你拿去吧，给润叶买些像样的东西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我的嫁妆，你把这只也给润叶，就算是你这堂哥给妹子准备的嫁妆，你看行不？兄弟，你真好。对于少安来说，润叶在他心里掀起的暴风骤雨已经慢慢平息下去，代之而来的是贺秀莲温暖的感情，在抚慰他暴风雨过后的心灵。我不去。你看我做甚？我不去。为甚？你们知道。润叶要结婚，我也要去。我要送润叶出家。妈，到县城路远得很，你又不方便，是吧？等润叶回门的时候，你不就见着人了？不管是谁去，反正得有个人去。要不然，让王美云去，她爱吃席。啊，不行，丢人现眼。要不就让二爸去吧，他在队里好赖是个领导，也见过世面，就让他帮我们把这个礼送回去算了。我看行，这润叶姐结婚去的领导一定多，二爸最喜欢这样的场合，让他去合适。我和二爸说。恭喜了！来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终于，润叶和李向前结婚了。命运啊，多么无情！这不是婚礼，而是他青春的葬礼。润叶感到头晕目眩，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。在这一片嗡嗡的嘈杂声中，仿佛又听见那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从远方传来。此刻，他那一夜想象的白帆又驶回了遥远的童年，在记忆中的每一个温暖的港湾里停泊了一下。是的，破碎了，一切都破碎了。哎呀，日叔回来了！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婚礼咋样？回头给你们说，一会儿给你们说。润叶的婚礼散了。散了，哥，散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二爸今天这是长见识。不是，这东西交给润叶没有啊？我给福堂哥了。润叶和向前呀，一直忙前忙后的招待客人，我就直接给田福堂了。啊，玉婷叔，你能不能说一下这个婚礼上的事啊？哈，好，跟你们说啊。让跟你们大家伙儿听。哎呀，今天这婚礼呀，排场的很呐。在咱们县委招待所的大餐厅举行的。哎呀，润叶今天那是真好看。院子里停满了汽车，啊，还有拖拉机。县上和公社的干部几乎都到了。你们是不知道啊，那西面呀摆了几十张大圆桌，还不够用。眼见着客人多了啊，没地方坐，哎，我就给他想了个办法，
叫人搬上椅子来，给每桌呀加上几个座位。那福堂哥呀，赶紧的非把我拉上坐上主宾席上。哎，一条，你还坐了主宾席？那肯定的嘛，那当然是坐到主宾席上了。你们知道主宾席上坐的什么人吗？什么人？那都是县上的大领导。哦，哎，福堂子叔在咱们双水村有破了没有？在那儿就变成了没有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了。哎，他跟那几个领导握手的时候啊，那个手呀就抖得跟塞糠子一样。哎呦，你没认识几个领导哈？啊，没有，我们那一桌坐的呀，不是领导就是有地位的人，我就不敢和人主动说话。我吃完酒席就回来了。那你还说人福堂之术？你不也是狗肉包子，上不了席面哈？哎，福堂叔来了。哎呦，不要说福堂哥。玉婷，你吃饱喝好了，你把我骗下你就回来了。这哪是呀？你不是招待客人的吗你啊？少干，谢谢你给我送那个礼物啊。先生，我结婚的时候，你也没有少费心。福堂叔，哎呀，你们家润叶好福气啊，都派上县里领导的情了。我看以后你们一家人都要到县里去住哦。我在双水村住惯了，我哪他都不去。哎，你刚才说是？你说我家润叶有福气，他们家娶了我家润叶，他们才有福气呢。好，行。我跟你说啊，润叶他二爸也是县上领导，有事攀亲不攀亲的嘛啊！他祝福润叶也能寻找到自己的抚慰。也许他们只能这样，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寻找终身伴侣。你咋把这新衣服脱了换上这旧的呀？你这啥意思啊？以后你睡你的新床，我睡小床。咱俩不睡在一起啊？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走。我没有。我知道你是害羞。上山的那个核桃，下山的枣，送上岸那个就好像样样嘛样种包。前沟里那个韭菜，后沟的葱，和秀莲那个就好像木呀嘛木桂英哎，小两口真心疼，年轻人正眼红啊。哎呀，秀莲，我有说是夸你俩呢，你俩现在是我们双水村的模范夫妻吧？是的吧？我家英华呀就不跟着我，天天的跟一群妇女拉闲话，我真该让他跟秀莲好好说一说。就是，来，咱一起唱啊！哎呀，上山的那个好，下山的枣，送上岸就好像样样种包。柴草够了吧？够了，马上就好了。哎，爸，少平咋还没有回来吃饭？在学校了，给个金家湾，最早的金光亮的娃叫个金三锤的补课了。哦，我少平做先生了，好啊。我少平长大了，奶奶，少平现在教村里的娃娃们识字做人了，好得很。啊，我少平做先生了，他教娃娃，那什么时候教少安的娃娃了？奶奶急着抱重孙子嘞。哎，这俩好着的吧？哦，是这，爸，我们已经去看过医生了，说我们的身体没有问题。
没问题就好。哎，你们还年轻，晚2年生娃也没事，先干干练练的，把日子过一段再说。吃饭了，兰香，你来吃，我来喂奶奶。兰香，你吃我这碗。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我就知道你生我气了，不然都没跟我说过话。你就是嫌我吃饭的时候给你捞稠的了。你还知道啊？本来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，既然你说，那我就要说你了。哎，你说咱们家里这么多口人，那一锅饭里面是汤多粮少，你把那个稠的都捞给我吃，让其他人吃稀的，你不像话你！你一天出力最多，你该吃稠的呀。那咱们这个家隔1、2天的蒸个黄面馍馍，又没有油水，那别说是出山正病的了，就是整天待在家啥也不干，那也扛不住这呀。哎，咋你还有理了？你不敢再这样干了啊！年轻人要向着老人。这顿顿都是黑豆、高粱、细条，能在喝稀的时候能吃个黑面馍馍，那就是谢天谢地了。那你说你呢？你那么辛苦，你哪扛得了这呀？我是心疼你。不要老心疼我了，爸爸那么大岁数了，兰香在长身体，奶奶半瘫在炕上，你把稠的给我吃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秀莲，你对我好的太过分，我也要捶你。那你捶我吧。我没结婚之前，穷我不怕，我就想，咱俩只要好好干，这光景肯定能好。我结了婚才知道，这1年份的粮食它根本就不够吃，还得供应少平、兰香上学。哦，现在少平不上学了，这才算好一点。少安，我吃不饱，我不怕，我一定不能让你饿着呀！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？哎，是不是这个烂包光景你跟我过得受不了了？啊？你记住了啊！我就是宁可饿着不吃饭，也不能喝稠的，让家里人吃稀的，我也怕去。知道你是心疼我，宁可自己饿着，也不想让我吃不饱。我心里知道。哎，不要再说吃饭这个事了，说的我都饿了。你饿了，那我就给你弄点吃。哎呀，不敢再弄了，明天再吃。知道这个世上除了吃饱饭，还有什么事是最快活的？什么事？就是造娃。瞎说。真的。我不怕苦，只要跟着你，啥苦都能吃。医生说了，咱俩身体没问题。肯定能有个健康的娃。有问题也是我的。想啥呢？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攀登。我肯定有办法，以后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不急啊。那等着。再来个菜。够了。哎
长时间没跟你回家了啊？最近教学抓得紧，瑞也经常补课加班，回到家又备课啥的，忙了。哎呀，这当老师啊，好是好，就是太辛苦了。哎，你让他呀别那么拼啊，保养好身子。我跟你爸还等着抱孙子呢。妈，过两天我出差去趟北京。啊，出差？啊。你跟润叶真心灰意冷，你就舍得把他一个人搁家里，你跑去出差呀？不行，跟你们领导说换个人去。哪能换人呢？我本来就喜欢出去玩，而且去趟北京多不容易啊！不是，那你就把他带去，让他跟你一块上北京玩去。把他带去，而且他最近身体又不太好，带去啥呀？身体又不好了。哎呀，这润叶就是太瘦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记着啊，我那炖汤，等会儿回去给他带回去，让他好好补一补啊。嗯。呀，给你想的，你咋跟个羊一样的呀？我走到哪呀，你就撵到哪。这会儿煮的功夫，你咋又撵出来了？你给我站住！这是嘛意思啊？把奶奶吃的白饼能拿给我干啥？我问你话呢。一年四季到头来就那么几顿麦子，这是逢年过节留给奶奶吃的，你知道不？你记住啊，在我们这个家，只有奶奶能吃这个白面，就是毛蛋也不能碰你。要再这样给我捶你，瞪什么眼？哎，秀莲，你咋回事啊？小明，别让他听到了，自个儿让秀莲给你拿的。这是你不管，要不成傻了。哎，再这样给我捶死你啊！我捶死你！啊！洗脚。润叶，咱俩都结婚几个月了，你为啥就不愿意跟我睡在一起呢？人家都羡慕我娶了一个漂亮媳妇，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还不如一个光棍呢。光棍最起码没有女人折磨。润叶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折磨我了，行吗？我求求你了。床铺好了，洗完就睡。难道你想把我丢在这个床上睡一辈子吗？这也是你的家，在自己家里睡觉连衣服都不脱，你把我当什么？你睡你的，不用管我。我们根本不像两个刚结婚的夫妻，我们是陌生人，住在旅馆里的陌生人。芊芊，你再给我点时间好吗？哎，你咋又把这个白馍拿回来了？赶紧给我还回去！这是爸爸让我拿给你的。啥？真是爸让我给你的。哎呀，你就吃吧，你晚饭啥都没吃，早饿了。哎，你这个人咋这么不懂事呀你？奶奶多大岁数了？那牙口不好，吃不了粗粮，你知道不？咱们是当晚辈的，要孝顺她的晚年，知道不？
我知道，我又不是不孝顺奶奶，那她一顿饭也吃不完那么多呀。我拿这个又不是给我自己吃，我就是想让你吃好点。你还跟我顶嘴是不是？这一个馍奶奶能吃1天，你一下就拿出来2个，一顿才蒸出5个馍啊！爸让你拿你就拿。我就是想让你吃好吃饱。你怎么回事你？哎，啊！还吞我，人家都有了。啥？有什么？人家都怀上了，之前不确定，我没敢说。今天医生给看了，真的？哎呀，干啥呀这是？哎呀，好啊。见。